哎，兄弟，咱先别急着看新车了，我给你说个事儿，你品品这味儿，你琢磨一下啊，要是你买的这个车牌子它没了，不是换代，是真没了，厂家说破产就破产，一夜之间生产线全停了，你跑 4S 店一看，嘿，店都关门了，保养维修想都别想，保修成了一张废纸，想换个零件全天下都找不到。最惨的是什么？你这车想卖，直接跟废铁一个价。你以为是我在吓唬你哥们儿，这事儿真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了，而且这股风还刮得越来越猛，不光是国内，连国外都开始遭殃。今天咱就来盘盘那6个已经凉了，或者正在凉路上的中国汽车品牌。这些品牌的车主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手里这车谁都不敢要，搁家里就是个摆设。不管是经营不善卷钱跑了，还是被市场这大浪给拍死了，都一个下场。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今天要说的这个第1名，你猜怎么着？他不但没死，还在那儿硬撑着，全球开店收定金烧钱烧的那叫一个狠，一个季度就干进去150亿美元，可盈利的影子都没看见。所以你看完这个盘点，或许能帮你躲开一个大坑，别真成了那个接盘侠。咱们开扒。今天咱们聊个汽车圈里的超级大冤种拜腾。这哥们儿当年可是新能源汽车界的天之骄子，风光无两。本想搞个大新闻，把整个汽车行业给颠覆了，凭啥？自信满满救佛。1.48英寸的超大旋转屏，中控台上搞了块差不多跟桌面显示器一样大的屏幕，你敢信？这绝对是回头率200%的配置。2. 豪华 SUV 的范儿，长得贼帅，开出去绝对有面子。3. 梦之队阵容，老板们是从宝马、特斯拉、苹果这些大佬家请来的大神，技术设计样样顶尖。4. 全球化梦想口号特响亮，德国的工艺精密度加中国的制造效率加美国的科技梦想，要把最好的捏一块，打造一台终极智能座驾，听着是不是特靠谱？跟开挂了一样。一开始所有人都信了，钱小意思。1年多时间，融资就搞到了180多亿人民币。南京直接整了个大工厂，号称1年能造30万台车。每次车展一亮相，那都是全场焦点。记者们吹爆说，这才是未来的样子。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场面一度失控，感觉下一个特斯拉就是它了。But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一等就是6年。6年啊，别说客户，一辆量产车都没交出去，一辆都没有。这么个庞然大物，最后竟然悄无声息的倒闭了，钱烧光了，公司黄了，工厂关了。上千名员工全被裁了。当初那些热血沸腾的投资者和交了定金的准车主血本无归，连个响都没听着。其实崩盘的信号早就满天飞了，可惜当时没人当回事儿。1. 画饼成瘾，说好2019年量产拖到2020，又说2020年又拖到2021，最后干脆无限期割了。2. 钱烧得太快，公司1分钱进账都没有，但花钱的速度比印钞机还快。3. 团队大换血，今天 CEO 走了，明天高管又换，谁也玩不转。4. 合作伙伴全跑了，说好一起造车的伙伴，发现这项目就是个无底洞，脚底板抹油溜了。最后员工去总部门口拉横幅讨薪，供应商把公司告上法庭，要账要了几亿。说到底，拜腾的问题就一个，营销上花的钱比造车都多。他们满世界搞车展、建展厅、PPT 做的比谁都漂亮，但就是造不出一辆能赚钱、能卖出去的车。1. 那个炫酷的48英寸大屏，在很多国家根本不让用，交警说太晃眼，有安全隐患，不给上路。2. 承诺的豪华内饰成本高到离谱，卖一辆亏一辆，根本不现实。3. 核心的电池技术没自主研发，外面也买不到稳定的供应，这就好比你装了个顶级脑子，但身体跟不上，等于白搭，眼看要凉凉。台积电的兄弟富士康看不下去了，掏了2亿美元想拉兄弟一把，结果刚合作1年就发现拜腾的技术烂到根里，财务也是个大窟窿，于是也果断撤资了，这下彻底没救了。2022年南京工厂被卖了，设备被拍卖，这个曾经辉煌的品牌就像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所以啊，对于当时交了定金或者买了拜腾股票的人来说，你们的钱就是打水漂了，想都别想拿回来。就算你通过什么渠道搞到了一台拜腾的原型车，恭喜你，你收获了一台赛博孤儿车。1. 没配件，坏了修不了。2. 没售后 4S 店都没影了。3. 没价值，除了在车友会上当个谈资，转手卖一文不值。拜腾不单是死了，他甚至都没真正活过，除了那些华丽的展示和空洞的承诺，啥也没留下。划重点，如果现在还有哪个中国新势力天天给你看概念车，吹得天花乱坠，但就是迟迟交不出车，还一拖再拖，那你就赶紧跑，越快越好。你以为拜腾这死法够惨了？下一个品牌告诉你，在汽车圈人真的可以死2次。话说汽车圈有这么一个品牌，它的故事比电视剧还离谱，堪称史上最魔幻汽车复兴记。它
就是排名第5的宝沃 Borgward。这哥们儿一开始是德国的豪华车厂，挺风光的，但因为自己作死，经营不善，早在1961年就破产凉了。这一回这一歇就是54年。大家伙都快把这牌子忘了，没想到2015年它突然诈尸了，谁搞的？一家叫光子汽车的中国公司，他们花了大价钱买下了宝沃这个空壳子商标，然后全世界宣布宝沃我们要复兴了。他们的口号可太吸引人了，德国设计，中国制造，卖全世界还特便宜，这个套路听着是不是很熟悉？说白了就是抓住了中国人对德国工艺的执念。你想啊，挂着德国标还打着亲民的豪华牌，感觉买到就是赚到，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儿。但是朋友们，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这个德国豪华从头到尾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皇帝的新装。一、设计，所谓的德国设计其实是一家中国工程公司操刀的，德国人基本上没怎么参与。二、传承，它跟那个真正的老德国的宝沃公司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除了名字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品牌，硬是披了件德国马甲。可你别以为这事儿骗不过去，在营销的包装下，它的确成功了。2016年 BX7 和 BX5 两款 SUV 在中国上市，靠着德国豪华的名头，初期销量嗖嗖往上涨。2018年胆子更大了，直接杀回老家欧洲德国比利时，开了一堆 4S 店，还信誓旦旦要搞电动车。表面上看一片欣欣向荣，前途无量，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现实在2019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仅仅4年第一次复兴就以破产告终，在欧洲一年只卖了1200辆车，这是什么概念？放国内可能还不够，一个 4S 店一天卖得多，经销商一夜之间全跑了，承诺的电动车八字没一撇。这下中国消费者也回过味儿来了，花着接近真豪华品牌的钱买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德国车，图啥？同样的价格能买真正的德国车或者更便宜的中国品牌不香吗？于是销量断崖式下跌。到2020年，宝沃的中国业务也宣告破产。他的母公司光子汽车为了这出复兴大戏砸进去20多亿美元，最后血本无归，北京工厂都卖了，一堆库存车卖不出去，彻底凉凉。后来2021年又有人想借着新能源的风头再救他一次，结果呢，除了几篇新闻稿，啥动静都没有。算上这次，宝沃已经凉了2次，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没第3次机会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不幸在2016到2020年间买了宝沃的车，现在会怎么样？恭喜你，你可能拥有了一台孤儿车，一个没人管的品牌，谁都不认。一、没零件，想修个车，配件根本找不到，比找对象还难。二、没人修， 4S 店早关门了，去哪儿给你修？三、不值钱。二手车市场上看到这车，车主都嫌麻烦，这车基本等于白送，都没人要。四、保修变废纸，当初承诺的保修早就成了一张空头支票，因为公司都没了，谁给你履行承诺？这事儿给我们上了血淋淋的一课。当一家中国公司捡起一个死了的欧洲老品牌，然后大谈特谈复兴德国工艺时，你脑子里得拉响警报，这几乎100%是一个骗局，目的就是利用消费者的情怀和对洋品牌的盲目崇拜。所以各位老铁，记住宝沃的教训，如果以后看到一辆二手宝沃，价格特别诱人，千万别心动。你买的不是便宜，而是一个无底洞，一个伪装成复兴传奇的大坑。这就是那些脑子一热想在全球大搞扩张，结果被现实狠狠打脸的品牌最终的下场。今天咱们不聊那些大陆货，来聊一个在欧洲市场高开低走的狠角色 Hiways， 后来改名叫 iWays 了。要说这家伙野心是真大，一家2017年才成立的中国电车新势力，一上来就指着欧洲市场扬言要称霸江湖。跟那些光说不练的 PPT 造车公司不一样， Hiways 还真就把车造出来了，还挺实在。他们的第一款车 UFE 电动 SUV 2020年就正式登陆欧洲了，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一路高歌猛进。这车从纸面数据上看简直太诱人了，续航400公里的中型纯电 SUV 卖价不到4万欧元，这是什么概念？同级别的欧洲对手价格直接给它吊起来打，所以一开始评价虽然两极，但大家普遍都觉得这车值。但是朋友们，故事总有，但是光有情怀和性价比可撑不住一个公司。 Hiways 这背后其实是个巨大的无底洞，公司常年亏钱，每年估计得烧掉5亿美元以上。为啥？简单说就2点，造得太贵，卖得太少。他们严重高估了欧洲市场对中国品牌的接受度。2021年全球销量才 1.5 万辆，离盈利目标差了10万8千里。到了2022年，销量直接跳水，连8000辆都不到。这下可坏了，公司急需输血活下去。结果投资者一看这情况，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谁还敢投钱？到了2023年初，坏消息来了， Hiways 宣布停产了，官方理由是供应链问题。这话说的客气，其实就是一句大实话，我们没钱了，连供应商的货款都付不起了。
这下欧洲的经销商瞬间懵了，手里一堆车卖不出去，新车也进不来。更惨的是，那些交了定金等着提 U6 新车的客户，订单直接取消，钱也退不回来，简直是前车两空。到2023年中期 ，Hiace 在欧洲正式宣布破产，然后整个中国业务也跟着崩盘了，噩梦这才真正开始。成千上万的欧洲车主现在手里开着的就是那台叫 iWays 的 U 飞，但他们得到的是厂商的消失，什么官方保修。别想了，形同虚设。车坏了想换零件可以啊，从中国万里迢迢给你运过来，价格贵到让你怀疑人生。还有软件更新早就停了，你的车就像个被遗弃的智能手机，永远停留在出厂时的老版本。更麻烦的是，之前跟充电桩搞的合作也全黄了，部分车主连充电折扣都没了，你说闹不闹心？所以啊，各位想淘二手 iWays U 飞的朋友，我劝你三思。网上报价看着是便宜，但你买回来的可能是一台孤儿车，没零件，没支持，残值还一天比一天低。这哪是捡了个便宜，分明是掉进了一个财务陷阱。最后说句题外话，有时候一个品牌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它曾经离成功太近了。这种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的感觉，才最让人唏嘘不已。你说呢？嘿，老铁们，聊车咱们就得聊实在的。前几年说起国货新能源，威马汽车那可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名头也挺唬人，叫 WM Weltmeister， 翻译过来就是世界冠军，听着是不是倍儿有面子？那时候的中国新能源市场群雄并起，威马绝对是第一梯队的狠角色。人家可不是那种光喊口号 PPT 造车的新势力，人家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从辉煌到危机只差了几年，从2018年到2022年，威马实实在在卖掉了8万多辆车。这成绩在当时的竞争环境里绝对算得上是畅销款了，人家不光有销量，还融到了350亿，那可是百度、腾讯这些大佬们真金白银砸进去的钱，还在温州建了个能年产20万辆的大工厂，那派头谁看了不说一句阔气。而且威马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当屌丝，对标的是蔚来、小鹏这些高端玩家，雄心壮志。要在中国市场杀出一片天。那么问题来了，这么个狠角色说不行就不行了。残酷的真相是，卖的越多亏的越多，每卖一辆车都在亏钱，一年光烧掉的钱就高达4个亿美金，这速度比烧钱还快。为啥？说白了就几点：一，车造的太贵，成本下不来；二，卖的太便宜，没利润；三，运营乱成一锅粥，花钱跟流水似的，想上市圈钱续命。2021年 IPO 被监管给打了回来，理由是财务有问题，这基本上就是判了死刑。多米诺骨牌效应说倒就倒。到了2022年，各种警告信号就满天飞了：一，工资发不出来，员工心凉了；二，供应商的货款不给，人家不跟你玩了；三，工厂里机器都闲着，产能利用率不到30%；四，银行直接上门，账上欠了120亿。结果可想而知，2023年威马正式宣布破产。创始人溜了，工厂停产，上万名员工被扫地出门，连个遣散费都没见着。曾经的世界冠军一夜之间变成了没人管的孤儿。现在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辆威马，那8万多辆在路上跑的威马现在过得可惨了，厂家没了等于没了爹。车机变板砖，软件更新停了，车子固件死机，在老版本以前那些花里胡哨的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什么的全成了摆设，因为连云端服务器都关了。二，维修比登天还难，换个轮胎换个玻璃还行，但要是电池、电机、电控这些核心部件坏了，你哭都找不到地方哭，因为厂家没了，这些零件根本搞不到。三，充电也变贵了，以前跟充电站有合作协议，充电能打折，现在协议作废去充电就得按市场最高价来，养车成本蹭蹭往上涨。二手车别碰，最惨的是二手车。一辆新车18万的威马现在可能就值个5万块，直接腰斩再腰斩。关键是就算你白送，很多二手车贩子都不要，因为这玩意儿砸在手里根本卖不掉，谁会接这种烫手山芋？所以啊，千万别因为5万块的便宜就心动。你买的是一辆3无产品，没保修，没零件，没未来，万一电池坏了，换一个可能就要10万，你省下的钱全得吐回去，还得倒贴。这就是威马汽车，一个曾经叱咤风云，如今轰然倒塌的故事。但别急着觉得事不关己，下一个倒下的可能就是那些你看着挺高级的品牌。毕竟在中国的电动车江湖里，没有谁是永远的赢家。兄弟们，今天咱来聊个狠角色，高和 HEFI。这牌子曾经可是中国汽车圈的超级新星，号称要挑战宾利、劳斯莱斯这些百年大佬，做梦都想把中国的豪华电动品牌做到世界之巅，这口气可不是一般的大。高和的老板就是原来上汽的丁磊大佬，带着一帮兄弟在2017年单干了，钱也到位，人也到位，目标就是打造一个3不像的怪胎，有超跑的暴脾气，有豪华车的精工细活。
还得有赛博朋克的黑科技。第一款车 HEFE X 一出来就惊掉下巴，卖多少钱？68万到80万英镑，换成人民币小100万了，这钱能买个啥？一台6座的电动大 SUV， 配上帅炸天的欧翼门，一脚油门下去598匹马力，0-100加速只要3.9秒。车里的屏幕跟科幻片似的，中控台上一块大屏加上其他4块，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自动驾驶硬件直接拉满。车内饰更是没得说，到处是纳帕真皮和碳纤维，那个欧翼门看着帅，里面结构复杂的你都不敢想，还有上千颗 LED 灯能给你玩出花来。当时所有试驾的媒体都疯了，说这做工这科技已经能跟那些老牌豪华货做一桌喝酒了。后来又推出了更骚气的 HEFE Z 轿车，设计更激进，马力更是干到了672匹。到2023年底，俩车加起来也卖了差不多2万台。品牌在各大城市开了豪华展厅，赞助的都是高端活动。那阵仗就是想告诉大家，看中国电动车市场，老子说的算。但是兄弟们注意了，光鲜亮丽的背后全是窟窿。这车卖一台亏一台，据说每卖一辆，公司就得赔上30到40万。为啥？成本太高了，卖的又太少，根本没法平摊成本。你想啊，愿意花80多万买车的客人，要的是宝马7系、保时捷卡宴那种有面子的牌子，而不是一个刚成立4年的新面孔。2022年卖了6500辆，2023年好歹冲到了8000辆，但这点销量对于一个想走高端路线的品牌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行业里都说起码得卖个3-5万台才能活，撑不住啊！果不其然，2024年2月，高和突然宣布运营调整，其实就是没钱了，撑不下去了。员工3个月没发工资，供应商上门讨债，最后到2024年5月直接破产清算。创始人丁磊也走了，工厂关门，展厅停业，3000多兄弟失业了，欠了100多亿。完了，对车主来说，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这些车当年可是中国史上最贵的量产电车，现在呢，全成了孤儿车。什么叫孤儿车？就是车厂没了，没人管了，保期作废。当初那些最引以为傲的黑科技，什么数字灯光、智能驾驶、云端互联，全靠后台软件撑着。现在后台都崩了，车还能用多久？有车主才几个月，车里的功能就直接失灵了。更可怕的是维修，车上的零件，尤其是像欧翼门这种结构复杂的东西，现在想找个配件比登天还难。普通维修店根本搞不定，只能眼睁睁看着车坏那儿，结果就是二手车价值崩盘。2年前花75万买的 HEFE X， 现在想卖25万都可能没人要。好多二手车商一看到这牌子，摆摆手就走了，甚至有车主琢磨着把车运到东南亚去卖，但找谁去？谁敢要？保险公司都怕了，保费直接给你涨上去，理由就是风险太大，零件没得换。真出了事儿，连块车身面板都找不到，修都没法修。最让人憋屈的是什么？这些车本身质量真不差，设计也没啥大毛病，他们倒下不是因为自己是烂车，纯粹是老板的财务游戏玩崩了。车主们成了最大的冤大头，手里握着一台曾经价值几十万，现在却一文不值，养不起修不好的铁疙瘩。所以啊，要是以后在二手车市场看到价格特别诱人的高和，你可千万别心动。记住，你买的不是一辆车，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品牌，一个未来的麻烦。技术会过时，软件会失效，零件会断供，最后剩下的只能是一个越来越贵的废铁。好了，高和的故事就到这儿，但你以为这就完了？下一个要出场的品牌更让你震惊，它正在全球扩张，眼瞅着就要成了，结果却深陷比高和还严重的生存危机。今天咱们聊一个名字，估计大家都听过，也觉得挺牛的，蔚来。但今天我说的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你要是看新闻，蔚来风光着呢，大张旗鼓的冲进欧洲，挪威、德国、荷兰，一个展厅接一个展厅的开。在国内，换电站建的比加油站还多，新款车也是一波接一波。汽车媒体们更是把它捧上了天，说它是中国的特斯拉，是电动汽车的骄傲。But 风光的背后藏着一些经销商可能不会明说的事儿，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你猜对了，蔚来这个榜单上的头号玩家现在正处在悬崖边上。咱们先看个最狠的数据，钱。蔚来这家公司平均每个季度就在那里烧钱，烧掉整整15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钱就像流水一样哗哗的没，关键是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盈利的路在哪儿。你可能会说，别瞎说，蔚来不是卖的挺好的吗？没错，2023年他们卖了16万台车，看着数字挺漂亮。但你猜猜全年亏了多少钱？整整69亿美元，这还不够。2024年1季度亏14亿，2季度亏15亿，3季度亏16亿，这亏损不是在收窄，是在加速啊。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快10年了，蔚来就没正经赚过1分钱，全指着投资者不停的输血，外加咱们国家的大力支持。可现在投资者的耐心快被耗光了，看看股市就知道了。2024年蔚来的股价从年初12美元多，一路跌到年底不到4块，跌了67%。
公司市值也从200多亿美元缩水到现在的70亿不到，信用评级机构也早就看不下去了，把它的债务评级调到了垃圾级，意思就是悬了。公司想找钱跟人谈合作，可人家一看这架势都不太敢伸手。公司的现金储备从去年底的68亿猛降到今年底的42亿，按现在的烧钱速度，他们手里的钱最多也就再撑18到24个月了。你品，你细品。那问题来了，好好的车怎么就烧成这样了？核心就一个字，贵，而且是全方位的贵。他把自己定位成豪华车，对标宝马、奔驰，为了支撑这个豪华的牌子，他搞了一套极其烧钱的配套。你见过那个换电站，全国2000多个，每个建起来就得75万美元，以后还得养着。还有那个 Nile House， 不是普通的 4S 店，那是车主的豪华会所，里面有咖啡、图书馆、活动空间，堪比高端商场。把车交到你手里，仪式感拉满，还有专属管家服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你觉得值，从而愿意为他的车多付钱。但问题又来了，他卖车的价格又出奇的卷， ET5 轿车29万多， ES6 SUV 36万多，这价格比同级的宝马、奔驰便宜不少，想的就是用性价比去抢市场。然而造车的成本因为用了很多好技术和好材料，根本降不下来，结果就是卖一辆亏一辆，而且亏的不是小数目，每一辆车都要亏好几万人民币。雪上加霜的是，外面全是饿狼，咱们自己的比亚迪、小鹏卷得更狠。欧洲的品牌们也在疯狂上电动车，特斯拉更是稳坐高端市场。蔚来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其实在下滑，因为市场涨得比它快。到了欧洲就更惨，2023年整个欧洲才卖了1500多台，2024年上半年才600多台。在那儿建的换电站，每个成本超过100万美元，但用的人寥寥无几，豪华展厅更是门可罗雀，纯纯的在给欧洲人民交学费。没办法了，蔚来只能断臂求生。2024年底大规模裁员，裁了差不多15%的人，将近3000人。不建新的换电站了，欧洲的扩张计划也缩了，到处找接盘侠，想把公司卖了或者合并。业内都传他可能在1年半内被什么上汽、广汽这些大国企给收了，好歹留个牌子，不然就得破产。那这跟你有啥关系？如果你现在正开着蔚来，或者正打算买一辆，这篇文章你可得看仔细了。如果你已经是车主，你其实是在下一场很大的赌注，赌蔚来能撑得足够久，能给你修车，能给你做保养，能给你升级软件。万一它真倒了或者被收购了，你手里的高端电动车可能会变成一堆高级废铁。你想想，换电站会不会关停？一关停，你就得去排队等充电，那些 Nile House 的贴心服务可能就没了。软件更新一断，车就僵化了。以后想卖二手车，人家一看这牌子都快没了，价格能好到哪里去？尤其在欧洲，车少服务点更少，你开的就是一辆孤儿车，坏了都找不到配件。如果你想买一辆新车，那你就要想清楚了，你准备花4到6万美元赌这家公司能撑过你开这车的未来5到8年。万一它中途没了，你剩下的就是一辆没有售后保障的高端玩具。如果你想买一辆二手蔚来，现在二手车价格确实降了不少，很诱人，但你必须明白，这个价格已经包含了公司可能随时倒闭的风险。那些便宜下来的钱，就是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买单。说真的，最让人惋惜的是什么？是蔚来的车本身真的不错 ，ET5、ES6 这些车开起来舒服，长得好看，技术也先进，车主们都很爱它。问题不出在车，而出在这个商业模式太烧钱，烧到他自己都没等来规模效应，现金就先烧光了。送给大家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你知道吗？这几年像蔚来这样在中国造车新势力里倒下或者快要倒下的可不止一家，什么拜腾、威马都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孤儿车，车主市场就是这么残酷。有人说，未来几年这300多家中国车企90%都会消失，只剩下最顶级的10到15家。所以，无论你是2026年想买中国品牌的车，还是现在正在开，请一定多花点时间去研究这家公司的财报。它亏多少钱？钱烧得快不快？投资者还信不信它？车是好车，但如果公司没了，你买回来的将是一辆无人支持的遗物。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你开的是蔚来吗？有没有让你感到震惊的车企品牌？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如果觉得这视频对你有启发，别忘了点赞加订阅，咱们下期再见。